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挥别了好天气，这几天又开始湿湿冷冷的了。不想再寒冷的话呢，那就来煮这一锅非常简单的泡菜猪肉锅，保证吃完之后满身大汗。准备的材料非常简单，我会在片尾跟大家做说明。泡菜的部分呢，建议可以放久一点，这样煮泡菜锅的话才会带有一点酸味。我会建议大家用猪五花来煮，不过怕胖的人呢，还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部位。这种韩式辣椒粉，我觉得并不辣，它主要是增加泡菜锅的颜色。有细粉、粗粉两种，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，或者是两种都放。我自己蛮喜欢加冬粉的，不过不喜欢的人呢，也可以不要放。先来洗米煮饭，快速的清洗第一遍，然后倒掉第一遍的脏水，再清洗第二遍。第二遍的洗米水呢，可以保留下来，这个拿来煮泡菜锅可以增加汤头的甜味跟稠度。第二遍跟第三遍的洗米水都是可以使用的，不过不习惯这样煮的人呢，也可以用水来煮，没有关系。把米沥干，放到压力锅里面来烹煮，加入一点橄榄油跟1比1.1的水，盖上压力锅盖，开中火煮滚。压力锅煮饭的方法可以看我之前影片的示范。先把蒜苗或者青葱斜切，这样可以让蒜苗吸收更多的汤汁。韭菜随意的切成段状就可以了。洋葱先剖半，去皮，去掉蒂头，然后把洋葱切成这样半月形的样子。建议把洋葱都分开来，不要粘在一起，这样会比较好炒开。蒜头压扁后，把皮去掉，然后剁成蒜末。猪肉片呢，可以在上面抹上一点芝麻油，这样等一下下锅煎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粘锅了。洗米水大概有1200到1500cc 左右，先放到锅子里面来加热。今天我用的是不锈钢锅，先开中火加热一下。我们可以在锅子里面加入一点点水来测试一下温度。像这样放一点点水进来，水会形成水珠，水珠在锅子里面跑来跑去的样子，就表示温度够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把火转小一点点，油放进来，润一下锅。接着呢，把猪肉片有抹油的那一面放进来煎。猪肉片的分量大概先放100克左右就够了，剩下的部分呢，等一下再放。然后把肉片一片一片分开来炒。这时候再把蒜苗跟洋葱放进来，充分的炒出香气。直到洋葱呈现半透明的样子。现在来一点白胡椒粉，1小匙糖，10cc 的酱油提味。锅底如果很干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点水进来，会比较好炒开。接着呢，把蒜末跟泡菜一起放进来。快速的炒一下就可以了。碗底加一点水，把剩余的泡菜汁都倒进来，不要浪费咯。接着呢，把煮开的洗米水也倒进来，先煮滚1到2分钟左右，让味道融合。这时候呢，可以再加入1小匙的韩式辣椒酱，这个辣椒酱很辣，要小心使用哦。最后再把这个韩式辣椒粉放进来，充分搅拌均匀。趁这时候可以简单的切一下豆腐，轻轻的把嫩豆腐放进来煮。我今天煮的这一锅大概是2人份，我通常会加一点蛤蜊，增加鲜味。如果你喜欢有海鲜的话，也可以放海鲜料进来哦。还有金针菇，我觉得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等煮滚了之后呢，先把火转到最小火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剩下的猪五花肉片放进来，慢慢的烫熟。前面用炒的猪肉片，主要是为了增加汤底的风味。后面用烫熟的肉片，吃起来就会很嫩了。喜欢吃蛋的人呢，这时候可以加鸡蛋。然后剩下的蒜苗装饰一下，最后关火，在上面撒满韭菜，非常简单的泡菜猪肉锅就完成啦。你可以把这一锅呢端上桌直接吃，就非常有火锅的感觉了。一边吃一边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感觉就特别好吃。吃泡菜猪肉锅呢，我喜欢搭配白饭一起享用，简直太美味了。在饭上淋上一点汤汁，然后把嫩嫩的豆腐放上来。哇，豆腐看起来超软嫩的样子。好啦，我已经忍不住要开动了。再来一口泡菜，这个泡菜锅的汤汁呢，搭配白饭，真的超级下饭的。还有这个猪五花肉片，好嫩，好好吃哦！冬天吃这个泡菜猪肉锅，不仅开胃，整个身体都暖了起来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